Welcome to my vlog in slow Chinese. Before you start watching, don't forget to turn on the subtitles and choose the one that suits you best. 今天我来的这个地方叫做香雪海。从右往左读香雪海。那么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呢，是来赏梅的。赏梅就是观赏梅花，那在中文里我们就习惯说赏梅，也就是看梅花。那么梅花一般是在2月底到3月中旬开的，也就是早春的时候。那么在中国，有些人就会有来园子里观赏梅花的习惯。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园子里呢，是有一个梅花展，这边种满了梅树。可以看到这边这些梅花还是花骨朵，花骨朵就是花蕾的口语的说法，我们叫它花骨朵，小小的还没有开放。但梅花的特点就是一般花落了，叶子才会出来。我经常分不清梅花和桃花，但是这就是用来分清梅花和桃花的一种方法，看花开的时候旁边有没有叶子。那么这边应该是有一个小山坡，上去看一看。那么现在我就在一个上山的步道上面。今天这边好像大部分是老年人，可能因为不是周末，那因为是步道，爬起来会稍微费点力气，这边人就少一点了。步道旁边还种了一排盆栽的花。哇，从这边看过去风景好好啊。那么我现在周围听到的好多都是苏州话，苏州的方言。我大概只能听懂50%吧，因为我家里人不是说苏州话的，所以我没有长大学习苏州话的环境。那么因为今天这里大部分都是来这里赏梅的老年人，所以他们说苏州话会比较多，他们那一代对于方言的传承、保存学习还是比较好的。那么到我们这一代，其实上就不如从前了，我觉得也是一件比较可惜的事。不过现在也有一些组织在重新复兴苏州话的学习。这边这一片就是腊梅了。腊梅虽然里面有梅这个字，但它不是梅花的一种。可以看到腊梅的花瓣已经都垂下来了，说明它们马上就要凋落了。那么腊梅的花瓣看起来油亮亮的，有一点透明。到了这一块，视野更好了。我们远景看一下，然后近景放大，都是这种灰色屋顶砖瓦的房子，然后远处就是连成一块的山。这边应该就是一个像茶馆一样的地方，一个小亭子里，然后旁边就是一排木桌木椅。这是一棵柏树，龙柏。
树龄，树的年龄100余年，也就是100多年了。可以看一下它的树干，树皮表面的皮都起来了。这边有一棵古树，就在这样一座古色古香的房子前面。梅花形状的雪糕，我们现在把这种吃的叫做文创，也就是根据景区里的特色，开发创造出来的产品。那么这边有一块碑，已经用玻璃罩起来了，碑上几乎看不到剩下的碑文，可能是因为长期的风吹日晒，它已经风化了。那么这边就是有这块碑文的原文，这是一块皇帝御碑，也就是皇帝写的碑文。是哪位皇帝呢？就是乾隆。他写的是他在登上这里这座山时的感受。那这边就有它对应的翻译，不过原文是非常古语的文章，但是翻译只能翻成比较现代化的内容，用英语，因为这个古语的翻译真的非常的难。这座亭子上立了一只鹤，应该是鹤吧，腿长长的，然后鹤的下方就是一朵未开的莲花吧。鹤和莲花经常是一起出现的一个组合。那么梅花呢，在中国文化里有比较好的寓意，它象征着坚强还有高洁，因为它开在早春时节，或者你可以说是冬春交替的时候。那么可能在还没有全球变暖的时候，古代的时候，2、3月还是到处下雪的时候，尤其是北方嘛，那我们也有倒春寒这个说法，就是到春天的时候还会突然变冷的天气。那当时呢，古人看到在一大片一大片的雪中，别的花都没开，只有梅花开了。那远远的看去，梅花就更有一种高洁孤傲的感觉，也非常坚强，因为它不会被大雪压垮。这就是梅花的这个象征的品质，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。虽然这个山坡很小，也不陡，但是稍微爬一下，穿着冬天的外套，还是挺容易出汗的。我现在在亭子里，踩在这里面的台子上，那么从我现在的视角，可以看到远处的太湖。太湖其实很大，这应该只是它的一小部分。这边这个亭子的顶上也是站了一只鹤，从这里看它脖子弯的角度很可爱。这个坡好像也就这么高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开始下山，或者说下坡。但是下坡这个说法不太吉利，所以我说下山。因为下坡的意思我们会说我现在的人生阶段在走下坡路，意思就是不如从前，变得不太理想。这条路突然变得
好安静。那我们现在下山之后，再在下面稍微逛一下，就可以去吃农家乐了。农家乐是什么呢？它就是和一般商业性的饭店不太一样，虽然它也是要营业赚钱的。那待会我就带你们看一下农家乐。那么南方这种有青灰色瓦片和雪白色墙壁的房屋，我们一般会用粉墙黛瓦这个词来形容。那这种粉墙黛瓦的建筑给人的感觉淡淡的，很像一幅水墨画。我现在下山的过程中才发现，这边还有一个亭子，有很多梅花的元素。这个翘起的屋檐上，包括这个亭子的墙壁上，都有梅花的元素。这个亭子本身就叫做梅花亭，它把所有的部分都做成了梅花，包括这个屋顶有1、2、3、4个梅花，从小到大叠在一起。亭子的地面也做成了和屋顶相对应的图案。这边还有一座亭子，这个亭子的顶部更加精致。这可能是某个龙的儿子，龙之子，我不确定，我不能分辨出是哪一个。刚刚我爸爸跟我说，这条龙的儿子是负责灭火的，那么放在屋顶呢，就是希望这个房子远离火灾。我们搜了一下，那屋顶的这个部件应该是叫做稳，屋顶的稳，或者更具体的可以说是龙稳。那这是我了解到的知识内容，我不能确定100%正确，因为我也不是专门学建筑的，那你们也可以去查证一下。我们从梅花园里出来，可以看到外面有很多摆在路边的摊子，他们卖的都是自己采摘的蔬菜、野菜，或者自己手工编织的篮子，自己做的木头。这边还有一位尼姑，应该是从附近寺庙里出来的。我们要吃的农家乐在离梅花园不远的一座村落里，但是这个村落是不允许车开进去的，所以我们把车停在了村落外，现在坐一辆3轮车进村落，到农家乐附近。这就是从3轮车的车背后往后看的风景。这个村落里面还有不少原来的居民，我们叫原住民，他们现在也靠着游客的生意来赚钱。这里就是我们要吃的农家乐啦，叫渔港渔娘，它在太湖边。你看这边有写农家乐，不过这个家写错了，少了一小撇。那么农家乐呢，也是以农产品、农家院为特色的，这种原汁原味的农家元素也是吸引很多游客的原因之一。不过我们来的这家饭店已经不是100%的农家乐了，它是建在外面的，不是在自家的院落里。不过它用的食材还是很新鲜的，应该是当地的农产品。
比如说我们点了河虾，还有芽菜，像这个芽菜应该就是新鲜摘好的。我们还点了用瓦罐砂锅炖的鸡，慢火熬的，味道也非常的鲜，闻起来很香。还有像这样的青菜啊，应该也是他们家自己种的。那么今天的视频 vlog 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